螺旋勇士，我勒个去！这是最近大伙发现的游戏，我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但我刚才在我客队底下发这个爆笑陀螺游戏的 PV， 我点进去一看，看着还挺有模有样的。B 站评分甚至能有8.5分，你敢相信？和我们之前玩的神作《野兽领主》一个分数，这含金量不言而喻。但大伙对这游戏的意见挺大，说的很无聊，纯比数值。那你们懂我的，我可不是一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这回呢，我亲自下来好好品鉴一番，开始游戏。我去，哥们儿，这进的是陀螺游戏吗？怎么孙悟空都出来了？果腹已经滚到18了，咱们直接进去玩吧。开局就是一场非常惊险刺激的陀螺大赛现场，只见这个蓝色陀螺狂放黑洞，撞的红色陀螺毫无还手之力。哎，怎么还会暂停时间啊？什么情况？然后这并没有什么卵用，红色陀螺一剑就给他砍死了。然后今天我们上陀螺学校，这个世界人没什么娱乐手段，天天就知道看陀螺。OK， 新有教程，发射陀螺过去撞别人，然后等着陀螺撞着撞，能量满了就能放大招。没了，对，没了。你以为还有什么别的操作吗？你以为是我们控制陀螺撞吗？你想多了，这就是经典你一下我一下有大招放大招的喝茶游戏。当然还有比较进阶的玩法，你可以在外面猜对面会出什么属性的陀螺，然后克制它。亦或者你也可以在屏幕外大喊大叫，把你的心意传递给陀螺，让它转得更凶点。但你唯一能传递过去的就是钱包里的钱，因为我开始解锁抽卡了，送了个紫陀螺雷霆之怒，这个陀螺好像都是拟人的，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力会真不赖啊！完事，陀螺由3个部件组成，分别是战术盘、重力环、驱动轴，这3个部件都可以随意替换、随意组合，听起来不错吧？感觉能组合出各种各样不同的陀螺。然而在这样的干瞪眼玩法下，你真的会懒得配陀螺部件，只会想着有没有跳过战斗啊？然而并没有。这游戏只有自动战斗和战斗2倍速，说着说着我就被撞烂了，没什么好说的，没去升级陀螺，素质被对面敌直接给撞烂了。哦，这什么？我去，射中网袜美少女吗？你觉得这可能吗？乖乖的把你的钱包掏出来吧。做了会主线任务啊，又送了挺多紫陀螺，不是？怎么还有男的啊？我不要男陀螺啊，赶紧滚呐！那先让我玩会看这游戏到底是个什么事儿。OK， 玩了2个多小时了，我算是玩明白这游戏怎么玩了。首先呢，玩法和我刚刚说的没什么区别，战斗一开始你就只能干瞪眼，或者在出租屋里大吼大叫传递你的心意给陀螺。开局会给你送金陀螺，但送的垃圾的不得了，还不如紫陀螺，根本不可能用的。强力的金陀螺，你要么累抽拿、氪金拿，要么去抽这个深不见底的卡池。卡池分好几个，然后没有专门抽战术盘的卡池，因为这游戏最主要的就是战术盘，你可以理解成战术盘是角色，重力环和驱动轴是装备。60抽保底出上面这个展示的金陀螺，30抽拿随机配件。然后我就好奇嘛，这金色陀螺有多强啊？那正好这里有个试玩，我就去试了一下，开局被转了3下，然后对面开出大招，我死了，没错，就没了。狗爸试玩在哪儿啊？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任何一款游戏，你试玩那种强力角色能让你输的。正常来讲，不就放个木桩让你打吗？或者放个素质比你低不少的敌人。这游戏的试玩怎么是进去被人家秒啊？我技能根本开不出来，都看不了是什么技能。也就是说，这游戏专门开了个被白陀螺，是的，白色品质陀螺3下打死的金陀螺卡池。但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这游戏平衡是不是做得很好呢？装备组合弄好，或者用克制敌人的陀螺可以以弱胜强呢？说实话，我不知道，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等级碾压对面，然后上素质高的配件，几下就把对面撞死了。这是一个数字游戏，你想在数字游戏里面追求平衡是非常难的，又不是说不能升级配件，人家咔咔抽卡等级比你高5、6级，你再怎么努力也打不过，更别说你连努力都没办法努力，只能干瞪眼，闪着喊烂的陀螺也转不过人家。而这就是游戏的玩法了，一眼看到头的无尽养成。不过这游戏有个我特别喜欢的优点，就是小红点不需要一个一个消，你点一下就全领了。没错，难得的这种游戏终于是不那么反人类了，设计了一个一键领取，就光是这个优点就能把玩法上的缺点盖一半走。模式也挺多的，有不公平排位赛、roguelike 拔打玩法，还有公平竞技。是的，公平竞技，你匹配80个人机跟他打，每次打完还能选加成，加成排成什么一函一列，还有更多的加成。所有陀螺都是白板，没有等级，纯吃一开始的面板，打起来也从1v1变成了3人混战。而就在这里，我发现，如果说你选防御性的陀螺，你会死得很惨，因为3人混战防御型的陀螺动得慢，且一直会在中间，所以会被2个陀螺打，纯沙包。那种打得快的，能量就一直点，一直放大招。而就在这里，我发现这有些不公平的地方，那就是技能。陀螺和陀螺之间技能强度差很多。比如说这把，摩托是召唤个分身在中间，敌人撞扣血，最后还会爆一下，听起来很牛，对吧？
敌人这个陀螺大招出能比我快的同时，他的大招是锁血，人家大招期间爆不了了。大招期间你赚他陀螺多少血，结束之后就爆你多少血，一下给我差点干碎了。完事大招又快，一开就锁血，那我就只能等死。然后另一个很 low 的金陀螺赢了，很多陀螺的技能都很垃圾，像什么强化下一只平 A 这样，或者是射个什么东西出去。金陀螺的技能基本都好几种效果，并且伤害爆表的同时还有瞬移啊，什么全屏 AOE， 所以所谓的公平竞技不过是看谁的金配件多，然后照着攻略搭配一下。不公平的模式就更不公平了，更别说后面每个配件都要上芯片，也就是宝石系统，还有阴魂估摸着的宠物系统，数字会越拉越开，到时候就别想用什么组合以弱胜强了。你不充钱，你就是陀螺等着被抽呢。我还想着可能会有人把这游戏当做是那种收集各种美少女陀螺的游戏来玩，结果我看个角色例会名字还挡一半，陀螺有皮肤更换上去，角色例会也不变，整体玩下来更像是那种开始有打算好好做，结果后面摆烂的游戏。这也开不了坑，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如果要我给这游戏排个名的话，它只能在答辩排行榜里排到宗师级。虽然说玩起来很无聊，但没什么特别大的缺点，反而有个能一键领取小红点的优点，还有好看例会的优点，所以只能止步宗师。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的全内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它关注，可以更多搞笑吐槽视频。那对吧？我是李，我们下期见。诛仙之境是我最近找到的一款养成修仙游戏，游戏玩法有点类似白金回蓝那个回蓝慢巡玩法，整体玩法就是弟子进诛仙炉里的各种地方修炼，养成的时候还能做出各种选择，每次有随机数值，玩的就是一手抽奖式养成，并且每次养成数据还能保存，吃各种丹药保持高体力来养战力，听着还挺有意思啊。所以呢，咱们作为游戏界的评鉴员也是要到了内测资格，必须提前给大伙来看这游戏咋样啊。开始游戏，游戏能看到剧情大概就是魔族蚩尤入侵，想夺走男主的老鲁鲁，加上男主还被自己人背刺，身受重伤，于是就跟老鲁鲁同归于尽，最后在1000年之后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故事，非常经典的玄幻重生文的感觉。既然都重生了，那必须起点狠一点的名字，就叫云岚中萧炎。起完名字，主线还没说几句，这游戏直接给了我们一个叫李艺兴的极品角色，然后开始教我们具体玩法。在这个叫诛仙之境的系统里，我们得根据角色的基础天赋来选择修炼职业，是符咒、御剑还是丹顶，并且角色还有各种流派以及能增加各种属性修炼效率的执念卡选择。游戏的战斗又是经典你一下我一下有大大发大大的喝茶游戏，不过还是这游戏似乎官方也知道，很多玩回合制的玩家都不在乎打斗画面，就喜欢养成然后一脚踢死对面的快感，所以这游戏一上来就有跳过战斗的选项，不需要玩到什么章节或者充大小月卡才能解锁。角色历练也有缩略跟加速，所以我们前期只要做主线攒点材料，然后抽角色历练，搞各种不同角色流派就行了。也不知道这游戏能不能像咸鱼之王呢，养好了之后一个打10个。第一次修炼结束，我们也是直接给李艺兴从凡人练到了炼气初期。哦，原来这游戏每次进诛仙之境结束之后都会生成可保存的角色模板，不是每次进去都跟洗点了一下，那还挺好的。忙活完这些，我们也是终于能抽卡了，开抽！我去，一把时间直接5个金1个彩，这是什么爆率？才是这个角色叫何之兰，这个何之兰是个火属性角色，但我们前面阵容的大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我们现在准备全力养他，先进个仙境看看这个角色什么情况。这次运气可以啊，上来就直接灵光一闪，获得属性翻倍，何之就能选技能了。我们这是准备玩一下单体，试一下强度，就跟那些修仙小说一样，我们突破的时候也要大战心魔，心魔的难度越高，给的奖励就越好。就像我们这次直接大战普通心魔，全属性加50，简直无敌。除了基础修炼以外，这个诛仙之剑里还有各种奇遇，就比如这个禅心一念，讲的就是我们遇到了残魂，需要选超度还是吸收。什么吸收全主题加10，这不吸收是神人了，直接吸收。哎，心境怎么变成激进了？哦，还好，心境从平衡变成激进，也只减少10%修炼速度，还加了5%灵光一闪概率。我还以为是让我们心魔变难呢。我去，全是奇遇，这必须得看看是什么了。这2丹药，一个加30体质，加30灵护，一个加10点全属性，那肯定选全属性啊。我们的体质跟灵护一点用没有。我没想到的是，弄完这个还没点2下，我们左上角修炼剩余时间就没了，直接就出去了。我还剩1枚丹药没吃呢，就我们的修为也是卡在了筑基前期，险些突破，可惜。后面我又玩了一段时间，总的来说，诛仙之境作为一款非常规仙人养成手游还是比较有意思啊。我们可以在游戏扮演御境尊者，拥有能把生灵炼化成仙的诛仙炉，凭借着5剑独一份的身份，成为了凡人学院里的最强老师。这怎么有股古早网文的感觉？不过这个养独一无二的仙人弟子玩法还是挺有特色的。游戏内的养成靠的是随机数值，最后还能单独保留属性，能够围绕同一个核心角色组成不同的流派，养出不同的
强力角色组各种阵容。据说开服福利也是直接拉满，除了活动限定 UP 之外，所有基础池角色直接全图鉴免费送。就是说我们前面根本不用想办法抽阵容，直接组就行了。而且开服第一周就能弄到350多抽，第一个月玩完大概能弄700抽，要是能干甚至能弄996抽，纯无敌。而且它这个执念卡池爆率特别高，好像是4%，我现在随便抽了几下就抽到好几个绝品执念了。游戏干度也不高，减负做得非常好，各种资源都能直接挂去获取，各种倍速战斗、倍速对话，一键跳过战斗，只要角色练度跟得上，完全不存在卡等级这种事。总的来说，诛仙之境这游戏还是相当值得一玩的，无论是想体验不同于传统养成的点点升级，身心的一键式养成，还是对休闲题材游戏感兴趣的，亦或者缺个非常轻松的副游的，都可以在公测的时候来玩一下。游戏现在 Tap 上就可以约了，现在参加官方预约抽奖，还有机会被承包1年份的68。大伙，我先冲微信。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3关注，实行更多有趣游戏视频。大家们，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不知道大伙是不是跟我一样，明明马上就要过年放假了，结果越是接近年底事情越多，就感觉什么事都堆在一起了。我最近也是忙得要死，好多游戏没时间干了，都没怎么上线，碎片化的时间只能刷刷视频看看乐子，好不容易有时间玩，又不想玩一些花里胡哨的游戏，玩得太累。然后就在前几天，我刷到一个游戏 PV， 这场打得那么激烈，我还以为是那种热血格斗游戏，结果看到后面才知道，这他喵的竟然是个跑酷游戏。但你别说，我玩了那么多游戏，跑酷游戏还真没怎么接触过，看来还挺有意思，美术风格看的也挺潮的。还有公测福利啊！一周能白嫖261抽，这是什么？100万现金，完成3天任务之后可以领红包，不是哥们儿，开服就这么重量级的吗？钱没挣着，先发100万，那我零氪玩游戏岂不还能白嫖红包？还说有什么超爽漏哥，你一个跑酷游戏做漏哥，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看到这，我感觉有点假啊！很多游戏都是开服吹各种噱头吸引人，结果进去玩才发现奖励都贼难领到，囤满人骗进去攒。这游戏的噱头也挺足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那你们懂我的，我可不是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这边来消息还好，品鉴一番，开始游戏。先不秀教程，游戏玩法并不复杂，人物会在跑道上奔跑，途中会有这种障碍物，点击跳跃就可以躲开了。连点跳跃还有2段跳，收集路上的金币可以增加能量条，满了之后人物瞬间暴击进入超时空状态，跑得飞快，看起来挺简单的。靠近时点击弹子。我去，这乌龟直接我们1拳1个，就连敌人丢的子弹都可以反弹回去，跑酷的同时还要兼顾战斗，还挺有意思啊。引导好像结束了，那你们懂的。作为公测新游，第一件事先把能领的东西都领一遍，然后去抽卡。不是，怎么感觉有点抠啊？7日签到加起来可以领10张票和一个皮肤，然后就是一些签到和关注给的一些石头。邮箱里倒是有20头500钻和一堆素材，但感觉还是不够啊！不是说有261抽吗？在哪儿呢？这个福利攻略是什么？261抽在这儿。这游戏把每个可以获得钻石和抽卡奖励的地方都标出来了，而且这还只是算的抽卡资源。游戏内的7天任务做完，还可以直接领 S 角色图彩；10天任务做完又给一个 S 角色饕餮。我一开始以为说的就是什么小卡拉米角色，结果搜了一下才知道，图彩和饕餮在内测时属于很强的角色了。这游戏是需要3个角色组队的，所以再抽个混沌就可以组成最强队伍了，连初始号都不用刷，100万红包也在很明显的位置。第3天做完任务就参与了。别的不说，这3天我肯定是要接着玩的，要不然1毛钱不充，直接等着第3天嫖个红包，不是赚飞了？跟着主线任务做，还可以升级这个欢团，每次升级都可以增加得分加成，还会给抽。那我们直接把这些能领的东西都领了，然后去抽抽看。先把新手值抽了，第一发，今年9蓝1紫，不会又要我保底吧？金冠第2发就出了吗？看是什么？宋墨，不是，能不能来个妹子啊？算了，先凑合着用吧。等7天之后把图彩领了，就把这小子优化了。然后就在我想看看自己有哪些角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点。就这些角色怎么都是这种入夜装啊？女角色也有，男角色也有。别人是夜游，你是夜游是吧？我还挺好看的，就是了。把角色都升级一下，然后继续推推主线好了。又玩了一会儿啊，我发现这游戏虽然本质上还是跑酷游戏，但是花样还是挺多的，玩起来不会那么无聊。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特的技能机制，像我们最开始用的因果，也就是主角技能会给自己一个盾，偏防守一些。而刚抽出来的这个宋墨就全是攻击技，直接在夏末水域把前面的小怪全清了。弹指技能也变成了甩笔，大刀更是炫的一批，无论是最开始的攻击还是最后的召唤蛇扑咬的那一下，都是水墨特效。技能打完一套之后，可以切换下一个角色，直接释放大招再爆一次 ，BOSS 直接被我们一下秒了。该说不说，这游戏跑酷玩法和 BOSS 战完全是2个体验，玩起来挺爽的。解锁了个新东西，
秘密世界，看这是啥？我去，这在跑酷游戏里面整个沙盒建造，不仅可以挖起来做东西造家，并且还会有各种怪物可以战斗，可以带着宠物一起围殴它。看了一眼科技树，感觉东西还真不少，后面还可以开挖掘机，直接化成蓝神技术生狂砍资源。很难想象制作组的精神状态，还可以联机这样的朋友一起玩，这都可以单独做一个游戏出来了吧？这个小蓝联动是什么？我去，这不是那个表情包吗？这也能联动啊？啊，这是变成弹幕游戏了吗？上面的进度条一满就给我们3选1的能力 buff， 还是个 roguelike 玩法。前面我们就要尽量把小怪全打死，小怪会爆金币给我们升级，路上还会有小蓝小红出现，打完之后会给我们加伤害和攻速，每过一段时间还会刷一个 boss。所以我们在主线打 boss 时都要弹反对方的弹幕，然后用技能打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和 boss 对射，一下就把 boss 突出死了。我们可以直接选这种伤害拉满的 buff， 打这些小怪就像割草一样乱杀 ，boss 也不是我们的一合之敌，一下就败下阵来，一把就这样通关了。每次通关就会解锁下一个难度，敌人会更强，但分数加成也更高，局外也有天赋树可以点。流派一成型就是纯纯的割草爽游，做完这些任务还可以领抽卡券和一些素材。不过这种联动估计1到7就不给玩了，官方能不能保留这个模式啊？我还真挺上头的。不过说到底，游戏 PVE 固然重要，但 PVG 也是大头，尤其是跑酷玩法，跑得快不重要，跑得比别人快才是王道。这游戏有个6英对决模式，直接3v3对决，匹配到队友之后可以选择飞艇资源，每种资源里都有对应的道具，有防守的，有进攻的。在局内收集10关能源，跑完1圈后就可以消费购买之前选的道具，触发各种效果。有些资源核心里也会有支援队友的道具，所以3v3的团队默契也是挺重要的。只有谁先突破 BOSS 就可以取得胜利。那么第2把匹配的时候打 BOSS 光顾的躲技能了，忘记放技能，导致我们 BOSS 打比别人慢1圈，后面才反应过来，直接跑输了。好在前面的风扇都不会掉，多玩几把熟练一下就好了。总的来说，超时空跑跑这款游戏不仅仅只是跑酷游戏那么简单 ，BOSS 战、沙盒建造、多人对战，甚至是 roguelike 弹幕玩法，不少人都可以在这个游戏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乐趣。而且这游戏别的不说，福利给的真的大方，说是261抽就是261抽，每抽的来源都给你标的明明白白，生怕大伙找不到。就算是运气差点抽不到金，蓝卡、紫卡也是完全顶用的，每张卡都有自己独特的机制，不存在说没金卡就卡关了。游戏风格整体也都是轻松愉快无厘头的，对于平时想玩游戏放松的大伙可以试着入坑玩玩看。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小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上关注啊，随时可以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对吧？我是令，我们下期见。阴魂之刃，这是小时候我听说过的一款游戏，那会儿我对这游戏的印象还停留在你英雄联盟被打烂了，所以只能去玩阴魂之刃或者300英雄之类。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这游戏已经弃了，没有想到啊，就是最近我听朋友讲这游戏还活着，而且一个英雄敢卖325块钱，绝版之后更是被炒到上万元。氪金英雄直接把不氪金的按在地上屎和尿都打出来了，说是最逼氪的摸版游戏。我以前也没怎么玩过，所以现在去问了一些人，有人直接跟我说这就一坨屎别吃，也有人跟我说是他青春的回忆。那么我也很好奇啊，这个阴魂之刃现在到底变成什么样了？那你懂我的，我可不是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这本留下来好评价一般，看游戏开局系统教程，我英雄联盟玩了10年了，直接跳过吧。先开一把看看怎么回事。我打开的是阴魂之刃吧？挡住 UI 界面，我以为玩了赵信的。虽然说赵信的赵云皮肤本身就是以赵云为模型，但这也太像了吧？不行，我们不能以这种表面的东西就说人家抄袭了，没准人家的内在不一样，技能不像呢。不是能这么像吗？不过他多少还是改了些的。赵信的突进 E 技能他移到了 Q 技能上 ，W 是个被动，这 Q 是主要目标，第3次攻击会造成击飞 ，E 技能被动增加闪避。不过这大招怎么看怎么眼熟啊。OK， 勾云系统，这赵神玩加异神玩虽然打得过啊，这个暗月射手也就是老板寒冰换了个皮。Q 技能开启后每次攻击浩然并减速 ，E 技能就是万箭齐发，大招魔法水晶剑也是原封不动的搬了进来。还有这个跟电击小子一样的人，当我看到他 Q 技能的时候，我就大概猜到他是谁了。没错，就是 EZ， 这个大招识别度实在是太高了。还有一堆超人技能调换的技能顺序的英雄多的都数不过来，直接拿去当 LOL 怀旧服玩得了。我很好奇，到底是哪家公司胆子这么大的？哦，那没事了，原来是自家的，没有关系。就根据现在的手游市场来看，咱们玩家对于这种借鉴致敬的行为包容度还是很高的，主要是看玩法吧。赶紧让我开把游戏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事儿。果然啊，网上说的什么氪金才能玩，不氪金就被踩在脚底下什么的，根本就是空穴来风啊！大伙也别相信什么谣言，都要自己去体验一下才知道真假。你看我打得这么凶，用金币英雄也能跟对面打得有来有回，根本没有网上说的什么被氪金英雄踩到的事儿。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的全是人机，我打了一下午一个真人没碰到，8把都是9个人机陪我玩。这个 AI 蠢到什么地步呢？甚至不如英雄联盟10年前的自定义 AI， 看到我就站着不动打我，残血你不让跑，每一把都是10几分钟中推然后一波，都给我打得要欧咪咪睡觉了。我也知道这游戏没什么热度，但不至于一个人都匹配不到吧？怎么有人打字了？碰到真人了，这 ID 还真有股10年前的味道了。这人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小学生，说我开也开错了，要去打 buff。那我先开这个 F4是有原因的，没错，这游戏不是 F6，是以前没更新那会儿的 F4。因为我玩这游戏第一次打野的时候就直接去打那个蓝 buff， 然后1级根本打不过，后面才知道这勾八居然不是蓝 buff， 所以我后面打野都先开了 F4。完事我问他 buff 在哪之后就不理我了。我打到这我还是挺开心的，至少看到有人说话了。我以为这把终于是真人局了。好吧，是我想多了，这局就我俩是真人，一下子就推掉了。我都纳闷这游戏到底是不是没人玩了，感觉世界频道说话的人可能都是 AI 装的，但很快我就否定了这个想法。目前的 AI 应该还取不出这么爆笑的名字。终于匹配了不知道多少把，我终于是碰到了真人局。这把我选的是布鲁，也就老板 EZ， 上中下打野都有人了，我们只能选游走路。我也不知道游走路是干啥的，可能就是哪里去能去哪里吧。于是我打完第一组野之后，看到对面上路是2个人，我就想着帮上路抓一波，结果刚来现在上路就直接让我滚蛋，因为我也不懂这游戏正常玩法是啥样的，没地方去就只能去打野，野刷完了就只能回家。然后这游戏有个很逆天的点，就它是没有回城键的，你想回城就只能双击传送回家，他们的为什么不能直接按 B 回家啊？我还第一次玩到有家不能回的魔法游戏，传送回家虽然快，但会让你的传送进入 CD， 如果你急着上去就只能吃传送时清除 CD， 然后传送时的冷却有20分钟，所以一般情况下你想回家的时候直接走路回家，然后传送上线。那你说这不就是这游戏的机制吗？你这边要自己走路回家，对面难道不是吗？有什么好吐槽的？哎，不一样的来了，你如果是 VIP 2的话，是可以把 CD 减少4分钟的，没错，包括死亡时都可以用快速复活的复活石，还有原地召唤3电探到视野等等功能。VIP 的 CD 都是快于普通用户的，并且 VIP 6还有持续时间更长的效果。哥们儿，单说369要是 VIP 6的话，想必就算是宙斯也有点棘手吧。而且我玩这游戏的时候，感觉新人真的很难入坑，环境跟英雄联盟有了一比。我这把去上路被发信号叫我滚蛋，去下路也被发信号让我滚，只能趁中路不在的时候偷偷混点经验。是我玩有问题吗？我觉得游走路不就到处支援吗？他们的这也不能去，那也不能去，这还能叫游走路吗？去挂记录得了。有时候只要中路练功房还要被这个技能控制小把的人暴揍，游戏的判定也做得挺离谱的。就我这里明明扭开了一个技能，结果还是判定我吃到了，不然这波应该是打得过的。我寻思那我不跟你们打了，躲在后面就 Q5兵总行了吧？然而也不行，我在塔下好好补兵着呢，突然来了个骑马对我放了个什么技能，然后我的血就夸夸掉，直接被满血秒了。对，就一个技能，我一点反射手段都没有。后面我看到他技能说明才知道，他给我上了个底 buff， 移动时就会流血，但我当时又不能不跑啊，人家骑着马就要冲过来揍我了，站着也是等死，当时就给我打懵了。对面好像也发现我是个软柿，打起来技能就往我这边甩，尤其是这个骑马的能越过我队友给我上那个移动扣血的底 buff， 这把我当弱智了，我就不动了。最后虽然这把赢了，但好像这把有我没有都一样，忙活了半个小时又啥也没干的感觉。怎么说呢？阴魂之刃这款游戏虽然说是摸把游戏，但从我这几天体验下来，无论是人币英雄 VIP 特权的英雄平衡来说，都已经说不上是公平竞技了。虽然说不是哪边氪的多就一定赢，但无论是从视野、悠久效率等来说，明显都是氪金一方优势更大的。而这些信息对于摸把游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游戏内还有着以前英雄联盟那种类似符文系统，新手入坑和老玩家对线就有不少的属性差距，经常会有2级被1级打得抱头鼠窜的情况。那明明游戏一直在持续更新，为什么玩家会流失的这么严重呢？是因为英雄联盟太火了，还是说有王者这个各方面上手的代差？我找了一些还在玩或者已经退坑的玩家，问他们为什么现在玩阴魂之刃的人越来越少，清一色的回答都是氪金角色太离谱，与能白嫖的金币积分角色差距太大，就算现在已经不出氪金角色了，也难以挽回之前伤害过的玩家群体。而且目前也只是端游口碑变好了点，阴魂之刃手游版听说吃相更难看，端游里可以用金币买的角色到了手机端直接卖268，狠狠的爆老玩家的米，还有各种装备角色不平衡的问题，仿佛走上了端游的老路。最主要的还是之前的运营大量限时英雄无法购买，想玩到要么等活
活动复刻，要么去3人代买。你皮肤卖再贵都无所谓，不影响我游戏玩的体验就行。但英雄却仅限人民币购买。刚刚出的那款一个比一个强，逼着玩家付费，在 MOBA 游戏里面踩头。联动角色上来就卖325，后出的嬴政更是逆天卖到了上千块，而且强度也是一个比一个逆天。鼓玩起来之后，能直接在地图任意位置放一束机关，直接全图满血秒人。还有究极轮椅狮子怪曹彦斌，然后呢，在用氪金英雄爽个1、2个版本之后，出了新的氪金英雄。你寻思我继续玩之前的氪金英雄呗？不行，下个版本直接给你砍了。你不买新的氪金英雄，你就是低人一等，同技术你就是打不过人家。逐渐的，玩家开始意识到自己如果还在继续玩这游戏，就得不断的往里面投入钱买新的英雄。明明一开始凭借着自己的轻量化的优势过得挺滋润的，但是急于割韭菜，我想没落也是应该的吧。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这部小内容啊，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个小关注啊，持续更多有趣的游戏视频。同志们，我是李，我们下期见。敢达争锋对决，或者你可以叫它的另一个名字，敢达氪金对决。上一视频3连胜很快就达标了，看来大伙还是非常想看我玩这个游戏的。这一视频也是一样，点赞、投币、收藏和交过2万接着玩。首先呢，我是有存货的。就上一视频我不是玩的不怎么明白嘛，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浪费气，抽到也抽的很随便。那天并不是氪金拿下00强化模组之后就不玩了，因为那天双11的活动还在，我就又抽了点超限。现在出了个无名异端敢达，一眼就好猛，还是第130抽的时候出了00强化模组的最终决战视野，没有保底居然。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死神敢达要打的屏幕，抽卡的显示 bug 什么时候修啊？重启游戏之后我甚至连练习都没有练就直接去开游戏了，实战产品没什么好说的，必须得实践出真知啊！我操，我会动啊！这超限的加点界面都跟别人不一样，记得好多啊！这么多招要戳吗？上来先射2发探探虚死，敌人接近了，吃我一刀，吃我被防住了！哎呦，我给打了一刀，他怎么不压我起身啊？这怎么着啊？哇塞，这个3分是睡到人脸上的，都不需要自己操控啊！哎，他怎么一直能防住呢？有点会玩啊，这人！哎，真没打过啊！我现在看这个录像都觉得当时我怎么这么垃圾啊！无意段一下来就一个高射炮，然后想着绝情打人，结果对面已经死了，绝情就空了，这不行啊！这个操作看的也太垃圾了。这几天稍微会玩了点，回头看自己操作简直像是人机，不过也正常啊。那我就玩了差不多2个多小时吧，正常来说还不如人机呢。这第一期视频发出去之后，我是看了评论区，大家伙也是非常贴心的给出了各种意见，但我说实话，不是我不听。是我根本看不懂，底下评论都是这游戏的专业术语，哪知道什么意思啊？玩了这几天，我也是打到了中位这个段位，整体体验下来，其实我也没搞懂这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我就是看到人就过去砍，砍不到就归火射子弹，技能一好就飞过去砍。实际上可能操作跟刚刚开完没什么区别吧，但今天无论如何都必须拿下巴耶利呀！在 TVG 里面，巴耶利的表现说来非常的一般，刚刚登场除了贡献个名台词卖的素材以外，真没什么屁用。我很好奇这游戏的巴耶利会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一周来我一直在干票忍着不抽，必须拿下巴耶利呀！果然没抽到120抽保底了，这里还能换满配巴巴托斯啊！再三犹豫，还是选了巴耶利。这10日前签到说的那个红手再换蓝丸吧，必须先往巴耶利爽一下。我操，这巴耶利不是马库 Kiss 范利多啊？没有巧克力的巴耶利能叫巴耶利吗？咱们再去抽一下基斯。好吧，果然没抽到啊，又是保底换了个。完事了，这游戏你等级升上来会解锁一个叫战舰的系统，你把高达登在战舰上能吃加成，然后还可以上舰员，还解锁了个无聊的家园系统。这几天玩下来，我不仅要开高达，还要负责家园的建设，什么人员派遣，大大小小的东西都要我来处理，哪有什么敢拿争锋对决，直接就铁滑他团长模拟器，出手之前还得从你的钱包里面拿，所以理所应当的，我们的头号舰员当然得是铁开弹探究欧鲁开一直看到这，真生操啊！团长怎么看怎么像是有人 P 上去的。国外他妈还是保底出的。奥尔加团长的附加技能非常简单，队友被打的时候，我们近战伤害上升。我去，这不是专门配蓝丸后的巴耶利的吗？这巴耶利远程手段很废，射得慢的同时后摇还长，还不能用气取消后摇。但是巴耶利的所有技能都是打近战的，整体玩下来好无脑啊，就是无脑冲人家脸上砍。赶紧让我开一把吧！上来先玩超限的00，怎么样？非你的枪能跟得上我的 speed 吗？砍不死你！哎，他队友好会配合，守着人家打。我队友怎么死啊？不是2个人都在打我吗？赶紧起来啊，干大我！自我眩晕，砍死你！哎，怎么踢人家脸上了？猪逼了！不是我队友呢？队友的救一下！我一直被2个人打。不是这怎么办？2个人围绕我，然后我的队友不知道为什么就死了，被OE打死了吗？没事，诸位跟随巴耶利一同战斗吧！不是我觉醒还能被打飞的，好，解决一个了。哎，这帮队的人是谁啊？你
你居然敢违抗拥有巴耶利的我啊！我被2个人打了根本起不来啊！队友到底在干什么啊？输了，队友的机子全死完了。OK， 点开赛季一看0-5。没错，这就是这游戏的匹配机制。因为玩的人比较少的缘故，大部分时间你会匹配到完全不同实力、不同练度的敌人或者队友。就比如说下一把，我的敌人练度根本和我不是一个级别的，还在那里玩什么龟吧，还有那种农机，哥们3红开起来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但有时候就能遇到那种势均力敌的局，这种局玩起来就比较有意思，或者那种格斗游戏的博弈点。比如说我飞你脸上，我可以 A 或者不 A 骗防御抓你后摇，也可以赌你会出手，我先防御弹你什么的，可能还有更进阶的玩法，但玩起来是挺不错的，但干也是挺干，氪也是挺氪。然后有一个模式算比较公平的模式，叫 Power 模式，机制比较简单，就是说你一共有多少 Power， 强力的机体死了会爆3000或者3500 Power， 爆没了就输了。然后数值是做的平衡，在这里就纯拼技术的呀，来一把纯靠技术的巴耶利。看去队友玩神高达，咱们选个重炮系强行高达来配合一下。这重炮挺好用的，其实 A 都不用去 A， 就在远处一直放炮就行了。这个大牛牛上来就想打我，怎么可能让你接近呢？无脑 A， 咱们就卡在这里不让对面上来，另一个人队友处理，不是怎么绕过来打我了，直接给你一炮轰死。哇，这个大牛牛根本过不来啊！玩远程好爽啊，好恶心啊！队友被打死了，另一个人来了，不理他，赶紧跑过去干死这大牛牛。正好觉醒了，85滴血起来，立刻觉醒，红点没点血，大牛牛下来又给我磨了半血，我才死。接下来巴耶利登场了。之前战斗没怎么展示巴耶利，我玩巴耶利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玩的。我反正是冲刺 A 和普通 A 来回点，就是一直冲，因为巴耶利叠满能量就有挺长时间的霸体，所以就是无脑冲 A。巴耶利的机动性还是非常高的，飞得爆快，不输人家上红的冲刺，还没什么后摇，玩起来很丝滑，就是没什么远程能力。如果 A 被防御了就要记了。咱们最后用奥义终结比赛帅气拿下。下期视频咱们把老网搞出来去打打副本啥的，反正想看就3连。3连玩家过2万，记得更新。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给我上关注，去日落就吐槽视频。那么咱们，我是我们下期见。提起天涯明月刀这个游戏，我对其的印象应该可以追溯到将近10年前。当我跟往常一样约了几个好哥们去网吧玩英雄联盟，但是我发现除了我以外的几个人，他们都不在玩英雄联盟，而是玩起了个叫什么天涯明月刀的游戏。我也就因此入坑了，不为别的，就因为当时我们觉得天涯明月刀这个游戏的名字很帅。依稀记得我当时玩的好像是个唐门，不过你们也懂的，早期 MMO 游戏实在是太杀时间了，光升的满级不知道需要多久，所以玩了一下，意识到不对的我们还是回到了英雄联盟这个传统老项目。等这个游戏再次出现在我的视野时，还是当时伪神不训练完天刀，才又把这个游戏想起。因为我是真不喜欢需要按时上线的系统，所以就连后面天刀出的手游我都没玩。但是最近天刀手游改成了个叫赛季版的东西，说是不氪金不用上班就能爽玩。那你们懂我的，我可不是一个什么听风就是雨的人。这本来我现在好好品鉴一番，开始游戏。抛开其他内容不谈，北极光这个捏脸系统纯游戏必吃吧。无论是天刀还是之前我玩过的另一款北极光的游戏无限法则，都属于是那种什么脸型都能捏出来的极品系统。不过我个人对捏脸要求没那么高，我们还是之前一样捏个必吃版大腮开干。我去，天刀现在都这么多帮派了吗？我记得我之前玩的时候好像就丐帮、唐门这些帮派来着。这我们必须玩个经典唐门，致敬一波 PUBG 传奇明星伪神。赛季版相较以往天刀玩法做的最大改动就是等级制度，从常规的做主线慢慢升级，改成了侠客等级。我们上来不需要做什么主线，只需要跟几个 NPC 简单进行对话，就能直接游玩了。游戏这个侠客等级也只需要随便做的周长就能升。说实话，我以前连主线都没做完，根本没体验到后面的游戏内容是个什么情况。这次也算是圆以前的一个梦了。游戏的周长分为探索、挑战、竞技对抗、休闲、社交3个部分。我个人对 MMO 的 PK 不怎么感兴趣，就不打了。我们这期就围绕探索、挑战跟休闲、社交2个部分展开。一上来咱们侠客等级只有1，打不了画本，只能先玩一下这个叫玉金3界的模式升个级。这个玉金3界按照月亮的圆满度分为11个等级，从最低的朔月到最高级的玄级。这个模式采用的是非常经典的 roguelike 玩法。我们能在战斗结束之后选择各种属性来强化自身，最后拿下 BOSS 会得到各种奖励。等一下，这是个什么东西？浮光101还能创建什么企业啊？那必须叫云岚宗。让我重生到古代培养个男团女团吗？第一个角色是队长，既然这样就叫你刘顺贝吧。这个浮光101的主要玩法就是大富翁，游戏会根据角色触发的各种随机事件来调整各种属性，估计是给一些喜欢养成的玩家准备的系统，跟我关系不大。我本来是这样想的，直到后面我解锁了游戏的燕耳公馆系统，这个模式杀时间到什么地步？
我从这个模式退出来的时候，朝窗外一看，外面天都黑了。这个燕耳公馆的玩法就是用有限的出牌次数达成关卡所需的分数，牌型分为对子、2对、3条、3带2、4条同花以及皇家同花顺，其中皇家同花顺得分最高也最难达成。我们就是要靠每局攒的金币买各种翻倍或者加分的强化道具度过每一关。没错，你猜对了，就是小丑牌，不过多了个排名彩头的系统。但这种在网游里不用花钱，排名不断上升踩别人头的感觉是真的爽。要不是最后发牌太烂，我现在排名估计都能进前10了。除了这些娱乐玩法以外 ，MMO 的副本玩法自然也是必不可少。我当时玩天刀的时候还没打过副本呢，不过副本我们服目前只解锁了龙首山。天刀这个副本系统最爽的就是可以跟 AI 组队，避免了独蓝找不到人以及主路人队被来回踢的情况。龙首山画本不需要打小怪，只有3个 BOSS， 分别是谢承风、信娘以及英年老七。第一个 BOSS 谢承风，头戴斗笠，手持大剑，招式主打一个大开大合，一上来就要跟我们过2招。谢承风的攻击方式有好几种，分别是分身旋风斩、闪到脸上劈刀、扇形 AOE 以及各种十字斩。机制则是需要躲掉地图灯珠后面的斩击。我们唐门作为一个操纵人偶用飞刀攻击的远程角色，最后也是轻松拿下。第二个 BOSS 信娘的攻击方式则是各种3面锥形以及全图圆形攻击，机制则是会召唤一个叫奏歌的青衣女，以及需要我们帮助队友分担伤害的小机制。信娘的血量低于50%后会进入第2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信娘攻击方式没什么变化，主要就是多了会召唤个奏歌向他走去的小机制，只要在奏歌走到信娘身边之前打爆就没事了。最后一个 BOSS 是英年老七，也是最折磨的一个。这个 BOSS 的机制非常简单，除了各种红圈之外，还会放各种龙卷风。老七的龙卷风有2种，一种是原地不动继续掉血的龙卷风，另一种则是紧紧追着你的龙卷。这个龙卷最折磨的地方就是神人 AI 把风拉到地图边就不动了，站在风里任他风吹雨打，然后奶就死了，没有奶其他 AI 很快就死了，我就没有队友了。队友呢救一下呀！好在后面有一盘运气不错 ，BOSS 来到3%的时候，这个 AI 才全死。我又是他们的这种远程角色，最后也是活生生的把 BOSS 给刮死了。这是整体体验玩下来，天刀这个赛季版还是很有意思啊。抛去了其他 MMO 各种上班一样的升级以及各种限制活动，正常手游日常更是被改成了只要玩2天，每天不到10分钟就能做完的周长。商城里的各种时装也可以通过游玩游戏内的各种项目获取的月灵石来兑换。按先前测试服老哥的说法，1周白嫖一套不成问题。我是没想到连战令都可以白嫖，甚至联动吃的抽卡道具也可以用月灵石兑换。如果你是屯屯鼠，理论上通过这段时间的福利，完全可以白嫖联动款的时装。如果你等不及，除了衣服，拿走这个白色染发也是很值的。其他 MMO 里白发都是贵中贵的东西。目前我体验下来，唯一还需要优化的就只有老七这关的 AI 了，其他地方倒是没有什么让我感觉比较折磨的点。这次玩下来唯一的遗憾，大概就是燕耳公馆没有登顶本服第1。总的来说，天刀这个赛季服对于不管是天刀的老玩家还是我这种新玩家来说，体验都是非常好的。有想玩 MMO 又不想上班的朋友，真心可以来试试体验一下。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个3连关注，视频更多有趣的视频。那怎么办？我是李虎，我们下期见。